近来很多肉友问我一些多肉方面的问题，在这里整理了一些问题和解决的办法，来解开你们心中的疑惑，让你在种肉、养多肉的路上走得更远，在玩肉的深坑中更加舒适自在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王养花的频道，本期分享一下老王总结整理的多肉养护的常见问题。问题一：如何挑选多肉？挑选多肉最难的是夏季，因为涉及度夏的问题，因此在多肉植物的选择方面，也要选择适合夏天种植的品种，更好养活。比如仙人掌科、合龙舌兰属等的品种都可以在夏天进行种植，这些多肉植物有很好的适应能力。我们在挑选多肉的时候也要注意，最好选择带须根、根系不干枯的植株，以便栽植后能在较短时间内发新根。植株的色彩要鲜明活泼，无病斑、虫斑、水渍状斑。问题二：多肉用盆要有孔吗？多肉对容器的要求并不高，所以多肉的容器可以多种多样。但是注意的是，有孔的就不要用没有孔的。如果非常喜欢某个花盆又没有孔的话，浇水量一定不能多，因为多肉本身的需水量就不高，在没有孔的容器中，水分既漏不出来，又蒸发不出，水浇多了极易化水死亡。问题三：种植多肉植物应该用什么植料？如果您是种植多肉植物的新手，建议使用一、草炭灰、煤渣加粗沙颗粒土；二、草炭灰加珍珠岩加蛭石；三、草炭灰加赤玉加日向石；四、原土加粗沙，比例并不严格，只要质料松散、透水性好就可以。问题四：如何种植？在买到多肉以后，不急着种植，先对植物进行清理，修整叶片，去掉黄叶，切记不能用水冲洗根部。植物如果过于潮湿，需要先通风，阴凉处晾干。如果叶片发皱，属于缺少水分，不必过于紧张，后面会慢慢恢复。多肉在适应新环境的时候，需通风，不宜暴晒。在稳定后，渐渐地增加日照时间。日照时间不够，叶子会距离开始变长，不华丽也不可爱。日照时间过长，叶片会发皱。问题五：多肉叶子干枯，是否可以浇水？有些多肉种类叶色暗红，叶尖及老叶干枯，有人认为是植株的缺水现象。其实，多肉植物在阳光暴晒或根部腐烂等情况下也会发生。此时若浇水对多肉植物不利，所以多要观察光照以及土中的湿度情况。问题六：砍头后的多肉如何生根？将砍下的多肉反过来晾干，一般软质多肉植物晾1周左右，硬质多肉植物晾2-3天即可。准备烧湿润沙土，将头放在沙土上，等待生根的多肉只要喷雾即可。可根据具体的天气情况调节喷雾量，如梅雨季可不喷雾，而空气较干燥的环境则加喷1次。一般来说，软质多肉植物1周喷雾1次，硬质多肉植物2-3天1次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根据天气状况来判断。问题七：多肉掉叶怎么办？多肉叶柄比较小，且叶片圆圆的，故而一碰就容易掉叶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尤其像红之玉，生命力顽强，掉下来的叶子也会生根发芽。但是有时候掉叶也可能是根部出了问题，这种情况修剪根部就是最好的办法。问题八：多肉不晒太阳能不能活？多肉是一种喜光的植物，但也不喜欢强光，把它放在阴暗的环境也可以生长，但是会徒长，株形不好看。问题九：多肉如何变色？阳光充足温差的时候，叶色会变得鲜艳，而长期不晒阳光，叶色暗淡。此外，秋天温度变化较大，多肉会变色，而长期处于室内的多肉是不容易变色的，所以应该适当的增加光照，保持通风，或者用照灯照。问题十：多肉上落了灰尘怎么办？多肉表面落灰尘、土粒、碎物或虫斑，会直接影响其观赏性，可用松软的毛笔或柔软的细刷，慢慢来回清洗。特别是生有细毛或表面有白霜的品种，操作时要特别细心。问题11：盆土太松，多肉固定不住。
可以在盆土上铺一层白色石子，即可降低土温，又能支撑猪体，还可提高观赏效果。问题12，多肉室内养护好还是露养好？如果有条件还是露养的好，不过要注意遮阴、遮雨等问题。没有条件露养，在室内养护的，也需要常常搬至室外见光通风。问题13，如何判断多肉是否先去？一个是看多肉的萎缩程度，完全萎缩的一般都比较危险。另外，如果根部已经明显看到黑腐了，那么叶片的化水应该也马上就会出现。问题14，多肉换盆的最佳时机。春末夏初这个时间段，温度、光线和水分都比较适合，特别是温度。换盆后的多肉比较脆弱，夏初温度适宜，多肉可以较好的恢复。而如果秋季换品，那么正处于脆弱的多肉就必须度过严寒的冬天，这对它来说非常困难。当然有取暖设备的房间另当别论。另外一个时期就是开花以后，在植物界，所有的花卉植物都适合在开花后换盆。问题15，大棚养多肉鲜艳，买回家就褪色了。多肉大棚的环境当然是最适合多肉生长的。一般大棚里的肉都是全日照，而且温差也非常大，光照充足，温差够了，肉自然容易出状态。一般的家庭养多肉，基本都是阳台，阳光是有限的，温差也不会太大，就算是全日照的阳光，跟大棚比起来，还是有差距的。大棚里的多肉买回家，换了环境，自然就有了变化，比如褪色、变绿，这些都是正常的变化，要用正常的心态来对待。那些想要极致状态的，回家还不褪色的，只有假花能做到。就算是大神养出来的肉，一年四季也都是有变化的，不可能一直保持一个状态。你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漂亮到让你惊叹的美肉，是主人花了很多年、很多心思、精心养护出来的。你只是看到了一张照片，而主人背后付出的精力，你们没有看到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多肉养成极致状态，肉出状态是需要很多因素的，环境影响，还有每个人的养护方法的不同。同在一个大棚，几十个台子的玩家，每个台子的肉状态都不一样，就算是一样的环境，肉表现出来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。问题16，多肉越来越绿，越来越高，叶子越来越长。多肉植物相对于一般的家庭花卉来讲，需要更多的阳光的，室内阳光少，肉越长越丑，越长越高，越长越长，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光，进行光合作用，从而提供自身养分。当多肉觉得养分充足，阳光和水分都很充足的时候，那么它就不需要把叶子散开了，就会越来越圆润，颜色越来越好看。这样一解释，你们就明白了，多肉并不适合放在办公室和家里养。问题17，多肉浇水。多肉是有生命的植物，浇水是肯定要浇的，不浇水，多肉只能消耗自身的水分，然后越来越瘦，越来越干，到最后就是死亡。说多肉不喜欢水，是相对其他花卉而言，不需要每天浇水。想要把肉养得圆润，在控型之前是一定要喝饱水的，要不然怎么控都是干瘪的。多肉浇水一定要浇透，让根充分吸收水分。浇水不是往叶片上喷水，一定要浇根。问题18，哪些品种的多肉适合刚入门的新手养？这个问题就非常简单了，到花市买那种10块3盆的肉，价格便宜，品种普遍，最适合新手练手了，养死了不心疼，等把10元3盆的养好了，再着手养贵的品种。养的过程中积累经验，慢慢就会养了，实践出经验。问题19，大棚的肉颜色这么好看，是不是打药了？虽然大棚里面确实有打了药的多肉，但是一般的大棚都是不打药的。好看是因为他们是专业的，而它的环境适合让多肉出状态，比如一整天的日照，夏天遮阴遮雨，制造温差，时常打药等等。所以不要轻易以为大棚的肉都是打药的。如果你养多肉5年，我觉得你也能养得出非常好状态的肉。如果养不出来，那么你的多肉养护的觉悟有点低哦。
问题20：养多肉植物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我个人这么理解，最高境界不是一定要养到哪种状态，而是你在养肉的这个过程中收获到了什么，真正感到了快乐和开心，每天看到它们的变化，你乐在其中，不与别人攀比，不强迫自己一定要养得和谁一样。多肉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们的生长存在无限种的可能，它会蜕皮，也会开花。它的美好告诉我，生命有无限种可能，向着太阳自由生长，总能变成最好的自己。养多肉的路还很长，新手先调整好心态，做到不离不弃。愿你们和我一样乐在其中，愿我们所有的努力都能得到回报。不攀比，不放弃，你的肉就会给你最大的回报。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你遇到的问题能在这里找到答案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